在这里呢，我们没有去考虑太多解剖的问题啊，形状的细节更不用去考虑，主要是把整个形状的一个大的两岸关系画出来就可以了，基本大形没有太大问题就可以。然后把轮廓稍微的勾一下。这一课呢，我们来进行一个明暗速图的训练讲解。所谓明暗速图呢，就是我们观察一个比较具有光影感的人体，然后用快速铺调子的形式去铺出它的明暗关系，以它的明暗关系来表现它的一个基本的体积啊，也是观察方法的一种，只不过呢更强调观察它的体积。这种训练呢不用画太大，因为太大的话涉及到要涂的面就更大，然后就会更费功夫。我们可以画小一点啊，大概这么大就可以。以这个来举例子啊，我们来画一下它。先概括一下它大致的一个形状，不是特别的准确，但是大概符合它就可以了。整个形状的一个长度和宽窄的比例。然后在这个动作下呢，它的背部，在一个灰面里，我们可以把背部稍微涂一下，然后它的臀部和胯部的顶面是一个亮面，然后臀部的底面是一个暗面，这样的一个阶梯关系就出来了。我们可以用线条的疏密来表现它的这个明暗的一个程度。那这是两个脚，这个是手部的手指的这个暗面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没有去考虑太多解剖的问题啊，形状的细节更不用去考虑，主要是把整个形状的一个大的两岸关系画出来就可以了，基本大形没有太大问题就可以。然后把轮廓稍微的勾一下，虽然没有去画什么细节啊，但是呢，眯起眼睛来去看，还是能够看到它整体的一个效果。那接下来我们画一下这个。先概括一下整个人的形状，通过它左右两侧这个轮廓大致的形状特征，然后它胸腔呢是抬起来的，胸腔上面的这个面呢就是一个亮面，然后胸腔的底面和腹部就在一个暗面里，然后这边这个腿呢是直立的，然后这边这个腿呢是抬起来的，所以它受光，它略微的有点背光。抬起来这个腿的小腿呢折回去，所以它又进入到了暗面里。抬起来这个手臂，上臂在暗部里，然后低下去的这个头在暗部里，这边有一些小投影。我们画这个呢，不是靠观察的，观察是必要的，但是不是完全只是靠观察图片。如果说是对着照片去画的话呢，很容易画碎，就会被一些小的细节所吸引。画这种整体的大的这种明暗呢，更多的是靠我们的主观意识啊，我们的意图。我就想要去这个概括出整体大的明暗关系，别的多余的不考虑啊，才能够画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，才能够去概括出来这样一个效果。然后可以结合手指的涂抹，让这个调子看起来更柔和、更细腻一些，更贴合形体一些。